忽然间，楚风反应了过来，不是好像在拍马屁，而是一定在拍马屁。这些家伙定然是想要用拍马屁的方式来讨斩妖大帝的欢心。万一斩妖大帝一个高兴，赏赐他们一些宝物，那他们不就赚大发了？你们几个倒是会说话，老夫生平也见过不少密洞一族的族人，但还是第一次看到像你们这种性格的。斩妖大帝说道。密洞一族听到这4个字，楚风则是知道密洞群圣的出身了，难怪他们长相如此奇特，并且确实又很是相像，原来是出自同一家族。前辈，密洞一族其他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楚风好奇地问道。老夫所见过的密洞一族族人，向来沉着冷静，少言寡语，并且极为重视承诺，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一诺千金，说出的每一件事，哪怕耗尽性命也会去完成。老夫生平见过许多族群，血脉拥有者、天赐神力拥有者，而除了人族之外，各方妖族也是见过不少，哪怕远古时期的生物也有接触，但密洞一族，这是老夫所见过印象最好的一个族群。斩妖大帝说道。最好的族群，听到这5个字，楚风将鄙视的目光投向了密洞群圣。若说按照斩妖大帝所说，那密洞一族沉着冷静，少言寡语，并且极为重视承诺，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一诺千金，说出的每一件事，哪怕耗尽性命也会去完成。这种种特性当真极为珍贵，可是这些优点与密洞群圣似乎完全不沾边啊！大人，您这样夸我们，我们会不好意思的。是啊，虽说我们的确优点很多，但您这样直接说出来，人家还真是有点小害羞呢。密洞群圣露出了娇羞的表情。嘿，这也太不要脸了吧！你们也好意思啊？看到密洞群圣这个样子，楚风忍不住在心里骂了起来。他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密洞群圣时，密洞群圣的所作所为，那简直是真正的卑鄙无耻，不择手段。不过既然是在斩妖大帝面前，楚风还是给了他们一些面子，只是在心里面骂了骂他们，并没有直接骂出声来。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密洞一族似乎灭绝了呀，看来你们是延续了下来。忽然斩妖大帝问道。而斩妖大帝此话一出，楚风明显感受到密洞群圣的11个人全部愣住了，在他们的眼中涌现出了复杂的情绪，尽管那种情绪一闪即逝，并且很快他们也笑嘻嘻的再度与斩妖大帝交谈起来。但是楚风能够感觉到这件事情对他们冲击很大，楚风下意识的便觉得密洞一族的灭绝一定是另有原因，否则就算楚风没有听过密洞一族，不可能连诸天门也没有听过。若是所有人都没听过，但斩妖大帝却见过的话，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密洞一族很可能早在数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而密洞群圣乃是少数活下来的幸存者。大人，我修罗兄弟他应该是经过了您真正的考验吧？不知道他得到了怎样的传承啊？对啊，您那斩妖剑是不是也传承于他了？密洞群圣好奇地问道。老夫先前已经说过了，他所得到的可远不如你们。斩妖大帝笑着说道。您这可就开玩笑了，修罗兄弟他所得到的阵法力量都远在我们弟兄之上，那宝物传承自然也在我们兄弟之上啊。对啊，大人您就别骗我们了，就算您不说，修罗兄弟也会告诉我们的，您没必要瞒着我们啊。就是大人您快说吧。对于斩妖大帝的话，密洞群圣一脸的不信，并且开始死皮赖脸的追问起来。看得出来他们是真的想知道楚风到底从这斩妖大帝墓内得到了怎样的宝物。这也难怪，毕竟他们对至宝有着非常强烈的追求以及渴望，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比较关切也是情理之中了。按理来说，他若是接受传承，的确可以得到比你们多的传承，只是他为了救你们，在接受传承的关键时刻放弃了，所以他什么都没有了。斩妖大帝说道。听得此话，密洞群圣皆是一愣，随后再度看向楚风。起初他们还不确定，可是看着那面带笑容的楚风，他们却是相信斩妖大帝所说的是真的了。一时之间，密洞群圣那血色的眼中竟然皆是涌现出了惭愧之色。小友，你随老夫来一下。忽然斩妖大帝对楚风说道。而他此话说完，楚风周围一阵晃动，紧接着他竟然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而斩妖大帝依旧站在他的对面不足10米的地方，可是密洞群圣却都不在了。楚风知道是斩妖大帝有话要私下对楚风说，所以运用力量将楚风转移到了此处。前辈，密洞一族究竟是怎么回事？楚风问道。他如今与密洞群圣也算是有些交情了，所以楚风很想知道关于密洞群圣更多的事情。那个时代虽然是远古之后，但各方族群数不胜数，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年代，只是修武者的世界就自然有充满野心的人，所以战争不可避免，许多族群都在那战乱的年代彻底消失了，其中也包括密洞一族。斩妖大帝说道。所以他们是被人灭族？楚风问道。正是。斩妖大帝说道。是何人所为？楚风问道。风暴狂族。斩妖大帝说道。风暴狂族？对，正是风暴狂族。相比于密洞一族，风暴狂族的数量更少。风暴狂族是一个非常凶残的族群，他们的凶残不仅是对外人，也包括对待自己的族人。风暴狂族的每个新生儿出生都会立即进行天赋测试，若是天赋不够，会直接杀掉。斩妖大帝说道。杀掉？听得此话，楚风感到吃惊，那毕竟是同族之人，并且还是刚出生的孩子，只因为天赋不够就直接杀掉，这也未免太残忍了一些。不仅仅是杀掉，他们会运用秘法将那些天赋不够的孩子活活炼化致死，将他们炼化为可以用来修炼的材料。斩妖大帝补充道。炼化成材料？听得这5个字，楚风的内心都为之颤动。都说虎毒不饲子，可是这风暴狂族所做出的事情简直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难道那些孩子的父母就不阻拦吗？楚风问道。谁的孩子天赋不足，谁就亲手炼化，这是风暴狂族的规矩。斩妖大帝说道。
亲手炼化掉自己的孩子。楚风此时以及难以形容自己的心情，这种事情哪怕只是听闻，楚风也是难以忍受，因为这实在太残忍了，是真正的丧尽天良，是真正的天理难容。我知道你很惊讶，这种事情任何人都感到很惊讶，可是风暴狂族本来就没有人性，他们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若不这样做才是天理难容。也正因为族内有着这样的机制，导致风暴狂族族人很少，但他们却是真正的精锐之师，族内几乎不存在弱者。斩妖大帝说道，这样的族群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一定令人闻风丧胆吧？楚风问道。尽管对于风暴狂族的所作所为，楚风极为反感，可是这样冷血的族群也实在可怕，他们能够做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只有一个原因，他们是为了追求力量。为了追求力量，他们可以做出任何事情，哪怕是自己的族人也无法成为自己的绊脚石。而最可怕的是，所有族人都以追求力量为真理。对于这种族群，楚风觉得他们想不强大都难。你说的对，当时的风暴狂族的确令人闻风丧胆，不过风暴狂族并不是当时最强的势力，当时的祖武天河之内还有许多在风暴狂族之上的族群。斩妖大帝说道，还有比风暴狂族更为强大的族群。楚风感到惊讶，本来他觉得那风暴狂族可能是当时整个祖武天河最强的势力了，但没有想到哪怕那种为了力量可以放弃一切的种族，竟然并非当时最强。你现在应该知道老夫为何会因为圣光一族能够统治祖武天族而感到惊讶了吗？因为圣光一族在当年来说真的是不值一提，所以圣光一族能够统治祖武天河，定然是因为族内出现了了不起的后人。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如风暴狂族这些强大的族群都消失了。斩妖大帝说道，消失了。楚风本来还以为圣光一族统治之下，风暴狂族要么被灭，要么臣服，但没有想到竟然是消失了。老夫虽在此处，但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人来到此处，所以对于外面之事也是有所耳闻。当年的许多强大族群的确都先后消失了，而并非是被圣光一族击败了。斩妖大帝说道，那前辈您可知道他们为何消失？楚风问道。要么去征战其他天河，要么是有何缘故。总之圣光一族就算再强，也不可能灭掉如风暴狂族那些族群，只是他们究竟去了哪里，或者是真的彻底消失了，那便不得而知了。斩妖大帝说道，那前辈您可知道风暴狂族为何要灭掉密洞一族？楚风问道。他之所以好奇风暴狂族的事情，乃是因为风暴狂族与密洞一族的恩怨。密洞一族非常喜欢寻宝，而他们的天赋也让他们占尽先机。那个时代远古时期的宝藏和遗迹简直太多了，远非现在科比。而密洞一族凭借他们的天赋和优势得到了无数宝物。莫说风暴狂族，其实其他族群也都窥探于密洞一族所得到的宝物，正因为那些宝物，密洞一族才被风暴狂族所屠戮。楚风问道，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每个密洞一族的灵魂深处都是一座宝库，可以用来放置宝物，这样的身体结构是不合常理的。有人说风暴狂族为了追求力量，将密洞一族全部抓起来，然后去研究密洞一族那特殊的身体。斩妖大帝说道。听到这里，楚风忍不住长吸一口气。虽说密洞一族已被灭族多年，甚至久远到如今已经无人记得密洞一族，可是相比于后者，是被抓起来被研究去了。楚风更希望是因为那些宝物而直接被屠杀，因为以风暴狂族的所作所为，若是密洞一族被他们抓起来了，那么那个所谓的研究将是何等残酷。楚风只要想一想都会感觉不寒而栗，头皮发麻。看来你真的很关心你的那些朋友，不过这也正常，毕竟你为了他们都放弃了老夫的传承。斩妖大帝笑着说道。他笑的时候也是盯着楚风，楚风与他的目光交织，顿时心神一震。他发现斩妖大帝此刻的笑容有些与众不同，仿佛蕴含深意。就在下一刻，楚风神色大变，因为他惊愕地发现在他后背出现了一把大剑，那乃是斩妖剑。不仅斩妖剑挂在了他的后背之上，在楚风的体内还有多出了几样东西，那是4种尊境武技的修炼方法，以及那颗蕴藏结界奥秘的宝石。最重要的是，此时一股极为磅礴的武力如同风暴一般开始席卷楚风全身，随后进入楚风的丹田。而伴随着那武力进入楚风的丹田，楚风的修为竟然开始快速提升，6品尊者、7品尊者、8品尊者，楚风的修为竟然连续突破3重，不过眨眼之间就已从5品尊者提升到了8品尊者的地步，并且没有引发天雷，没有突破的障碍，简直是没有任何阻隔，轻而易举的就等得到了这个修为。而再看看此时在其体内的那颗宝石，以及印在脑海之中的尊境武技修炼方法，还有背负在身后的斩妖大剑，楚风已是明白一切。传承，这是真正的传承。楚风他得到了斩妖大帝的传承。不止如此，那原本已经消散的能量铠甲也再度浮现在楚风身上，那是这斩妖大帝墓内的阵法力量，并且此时的阵法力量比之先前还要强大的多。此时的阵法力量才是较为完整的阵法力量。前辈，您这……楚风内心欢喜，可却也有些受之有愧。明明他已经失败了，明明他放弃了那传承，明明他辜负了斩妖大帝的好意。不要用感激的眼神看我，是你通过了老夫的考验，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所以才得到了传承。斩妖大帝说道。通过考验得到认可，楚风仍是有些不解。可是很快楚风神色一动，难道说我当时若不放弃传承去救密洞群圣，而是继续选择融合的话，反而无法得到认可？楚风问道。正是如此，一个只为力量而不顾情义的人，
不配得到老夫的传承，也不配得到老夫这把斩妖剑。尽管他如今只是一个躯壳，但老夫也希望他能够遇到一个配得上他的主人。话到此处，斩妖大帝的身体竟然开始融化，化作道气焰，开始向虚空飘散而去。前辈，您这……见此一幕，楚风顿时心中一紧，他看得出来，斩妖大帝的残魂是要消散了。见状，楚风赶忙释放出结界之力，想要帮助斩妖大帝稳住残魂，不让他彻底死去。小友，收手吧，我若不想散去，还可存活至少万年。只是老夫累了，等了这么多年，老夫早就倦了。斩妖大帝说道。难道前辈您是？此时，楚风忽然明白了斩妖大帝的意思，不是斩妖大帝的残魂到了时间，而是斩妖大帝自己散去了自己的残魂，是他自己想要彻底消失的。虽然楚风的话没有全部问出来，但是斩妖大帝却是笑着点了点头，确定了楚风心中的猜测。老夫早就该死了，留下这缕残魂，不是留恋这个世界，而是想有人继承我的衣钵。其实整个祖武天河内，老夫留下了多座墓地，此处的不过是其一罢了。老夫当年生前也是有些名声，所以老夫死后便知道定有数人窥探于老夫生前的宝物，所以老夫才在许多地方都留下了墓地。若说起来，此处的墓地应该算是最不像的一座，可其实它则是老夫残魂所葬之处，也算是老夫的安息之地。你可知老夫为何将残魂放于此处？斩妖大帝问道。前辈请指教。楚风说道。老夫生前有一爱慕之人，他虽不善修武，可却喜欢钻研预言之法。老夫曾问过他，若是我日后死了，想找个传承者，去哪个地方更容易找到？其实他虽钻研预言之法多年，却并不擅长预言之法，他的预言很少应验。老夫当年也不过是随便问问，但后来神不知鬼不觉的，还是将自己的残魂安置到了他所说的地方。没想到那个丫头错了那么多次，这一次竟然准了。此时斩妖大帝的身躯已经消失大半，唯有上半身还残留着，可是他没有丝毫恐惧，脸上竟然是挂着幸福的笑容，那种模样就好像回想起了当初一幕。虽然不知道斩妖大帝的爱慕之人究竟是何模样，可楚风却能够感受得到斩妖大帝对那位的爱非常之深。小友，老夫墓地遍布祖武天河，真真假假，足有上千座，但真正的墓地共有2座，一座是此处葬有我的残魂，还有另外一处藏有我的传承斩妖剑，便是那座墓地的钥匙。记住，那座墓地就在祖武天河的花海凡界，那里有着老夫真正的宝藏，那里有着老夫所留下的真正的传承。但在你的修为达到5尊之前，莫要开启。多谢前辈。忽然，楚风半跪在地，施以大礼。此时，楚风悲痛万分，他非常不希望斩妖大帝就这样死去，尤其斩妖大帝的残魂已经所剩不多，就要彻底散去。莫要难过，老夫此生得到过名，也得到过利，我想追逐的都得到过了，但也正因为那些追逐，才让我失去了他。回头想想，相比于他，无论是名还是利，亦或是世人的尊敬，都不那么重要了。当他走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做了陪他的决定。只是纵横武道数千年，终究还有留恋，而如今我这最后的遗愿也已完成，老夫一生所得已有了传承。话到此处，斩妖大帝忽然闭上双眼，脸上露出期待的笑容。丫头，真是抱歉，生前未能陪你，就连死后也要你等我这么久。不过没关系，现在我就来陪你。此话落下之时，斩妖大帝的残魂已经彻底消散，唯有他的声音还回荡于这方空间。可是当这道声音落下之后，便再也没有斩妖大帝的声音了。楚风知道斩妖大帝已经彻底走了，所以楚风的内心才有些悲痛。楚风能够感觉到斩妖大帝生前定然是一个极为利奥德的人物，他都能以残魂的形式活下来，就算以特殊手段继续纵横世界，也并非没有可能。但是楚风却感觉到他并不想那样做，而他是为了什么？楚风觉得多半是因为其口中的那个丫头。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事实还真是如此，但楚风却觉得这样没有错。人生在世，谁能摆脱得了情字？无论是亲情或是爱情，亦或是友情，都是情。从出生之后，便注定我们的一生都将围绕着一个情字。可也正因为这个情字，才让我们的一生有了羁绊，也让我们的一生有了意义。若真如风暴狂族那般冷血，那才是真正的悲哀。此时的楚风感慨万分，能够斩妖大帝的传承，他觉得自己很是幸运。无论是此时8品尊者的修为，还是那能够帮助楚风突破到龙纹级圣袍的宝石，或是那4本尊境武技的修炼方法，无疑都是价值不菲之物。但最珍贵的，定然是楚风身后的那把斩妖剑。楚风将那把斩妖剑从后背取下，将其握在手中，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尽管他已经没有了灵魂，如今只是一具躯壳，可是这就像是一个修武高手死后和普通人死后的区别一样，哪怕他们所留下的躯壳也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宝物可不能外露，要收好。楚风打量了一下这把斩妖剑后，便将斩妖剑收了起来。毕竟先不说斩妖剑之前的风光，只说今后他可是能够打开斩妖大帝传承墓地的钥匙，楚风当然要好好收藏。想一想5尊之后才能开启的藏地，那里蕴藏着怎样的宝物？楚风只要想想都感觉激动。毕竟5尊境是那样的遥远，楚风甚至还从未见过5尊境的高手呢。甚至楚风都不知道这圣光天河内有没有5尊境的高手，但楚风却知道斩妖大帝生前的修为定然是要在5尊境之上的。想到这里，楚风内心更加伤感了。尽管按照年龄来算，斩妖大帝的确早就应该死去，可那等人物就这样死在了自己的眼前，楚风仍是感到惋惜。不过
楚风却并没有沉浸于悲伤之中，毕竟人总是要向前看的，并且换句话说，斩妖大帝当年在利奥的，可他也的确不属于现在这个时代。随后，楚风便离开了此处，因为楚风得到了传承，所以他此时掌握的阵法力量比先前更为强大，他可以在这斩妖大帝墓内自由穿梭。所以，楚风很快便回到了密洞群圣所在的地方。修罗兄弟，你回来了，斩妖大帝呢？看到楚风，密洞群圣便赶忙上前问道：“大帝前辈，他已经走了。”楚风说道：“走了？去哪了？”密洞群圣问道：“该不会是死了吧？”看到楚风那有些悲伤的表情，密洞群圣老大惊讶地问道，而楚风也是不可置否的点了点头。怎么回事？怎么好端端的就走了？我看斩妖大帝虽是残魂，但那残魂却很稳定，不像是快要散去的模样啊。密洞群圣说道：“是大帝前辈自己要走的。”楚风说道：“这样啊，那太可惜了。”密洞群圣都明白了楚风的意思，但是在他们的脸上却也都涌现出了惋惜之色。真是难得，你们这些财迷竟然也会对一面之缘的人有这种情感。楚风真的有些意外，因为密洞群圣此刻的模样，其实不仅惋惜那么简单，他们很伤感，就好像斩妖大帝对他们而言是亲人一般，那是一种丧失亲人的痛。可是最关键的是，他们这样的情绪并不像是装的，而是发自肺腑的难过。其实斩妖大帝他对我族的祖先有恩。忽然，密洞群圣的小11说道：“有恩。”听闻此话，楚风也是目露好奇之色。随后，密洞群圣的11人便一同为楚风讲述起了经过。当年的密洞一族富有之事，几乎全天下都知道。虽说密洞一族的战力也是非常的强，但在那个时代，只要不是顶级，就存在危险。这种情况下，密洞一族难免会遭受其他势力的攻击。在灭族之前，密洞一族曾遭受过一个强大势力的攻击，而那个势力正是风暴狂族。幸运的是，那一次碰巧斩妖大帝路过，是斩妖大帝凭借一己之力击退了风暴狂族，挽救了密洞一族。虽说最终密洞一族还是被风暴狂族所灭，可是这份恩情，密洞群圣却是记在心里。而得知这件事情后，楚风忽然发现他误会了密洞群圣。先前密洞群圣看到斩妖大帝那样激动，二话不说直接双膝跪地，并且一个个的都是崇拜的小眼神看着斩妖大帝，而那口中的话更是用尽了赞美之词。楚风当时本以为密洞群圣是在拍斩妖大帝马屁，可是现在再看，似乎并非如此，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之后，楚风又问了一些关于密洞群圣后来的事情，而后来就如斩妖大帝所说，也如楚风预料的差不多。后来风暴狂族还是将密洞一族灭族了。当时密洞一族只有少数的幸运者活了下来，不过延续至今，他们已是最后的幸存者，他们的父母还有其他族人都死了。风暴狂族，你们可知道他们的下落？楚风问道。风暴狂族离开了，不在圣光天河了，至于去了哪里还不知晓，但是只要我们兄弟还活着，就一定会找到他们，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族人报仇。密洞群圣说这话的时候，楚风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愤怒。修罗兄弟，这可是我们的大秘密，你知道了我们的秘密，也应该用你的秘密来交换吧。忽然，密洞群圣的老大对楚风问道。听得此话，楚风倍感无奈，但是仔细想一想，密洞群圣说的倒也在理，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秘密。想一想，密洞群圣对于整个诸天星域来说都是一个谜，而如今他们却敞开心扉，告诉了除了楚风他们这么多事情。尽管楚风在他们说之前就已经从斩妖大帝那里得知了大概经过，可是他们愿意亲口说出来，这还是有区别的。这说明他们对楚风已是真心相待。其实我也有点不理解，你们看起来非常精明，而与我相识时间很短，对我也不了解，为何就愿意将这些事情告诉我了呢？楚风问道。修罗兄弟，我们的确对你不够了解，但是我们却了解你的为人。你先前为了救我们，不惜舍弃传承。老实说，如果是我们兄弟，都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真的，我们说的是实话。面对斩妖大帝的传承和你的性命，不怕你生气的说，我们很可能会选择前者。可是，就如你所说，我们明明还并不熟悉，且相识不久，但你却愿意以舍弃传承为代价来救我们，我们的命都是你救的，难道我们还要对你有所保留吗？密洞群圣的老大说道。那倒也是，既然如此，我也将我的秘密告诉你们吧。随后，楚风便将他的真名叫做楚风，并且来自楚氏天族以及与诸天门恩怨的事情全都告知了密洞群圣。原来你叫楚风，这个名字不好，我觉得还是修罗好，够霸道。对，不如你改名，就叫修罗吧。密洞群圣得知楚风的事情后，纷纷说道：“这什么和什么啊？这不是重点吧？”而对于这样的密洞群圣，楚风却是颇感无奈。楚风敞开心扉，将自己隐藏的秘密告诉了他们，他们居然感慨起楚风的真名好不好听。哈哈，开个玩笑嘛。修罗兄弟，真是想不到你与诸天门有着这门大的仇怨，难怪你那么看不惯他们。既然如此，我们决定做一票大买卖，你愿不愿意？密洞群圣老大说道。看来你们这个所谓的大买卖是与诸天门有关。楚风问道。没错，就是与诸天门有关。密洞群圣老大说道。那你们说说看。楚风问道。修罗兄弟，你可知道在圣光天河内，其实星域是有着强弱之分的。在圣光天河内，总共有着96座星域，其中50座为下星域，其中30座为中星域，其中6座为上星域，最后的10座因为实力太弱，被称为遗弃星域。这10座星域连参加圣光天河盛世的资格都没有，而10座遗弃星域之中，便包括了诸天星域以及我所在的祖武星域。楚风说道。想不到你知道的还挺多。见楚风说出这番话后，密洞群圣露出夸赞的目光，而楚风也是得意的一笑。可唯有楚风知道，关于这些他以前还真不知道。
这还是牛鼻子老道告诉他的。想到这里，楚风也忍不住感叹，有一个厉害的领路人还是不一样的，至少可以让自己见多识广一点。只是可惜啊，他不能去问牛鼻子老道更多，毕竟牛鼻子老道一心想让楚风做他的弟子，可是楚风却根本不想做他的弟子。一气心域之中也是有着强弱之分的。而过2个月，在诸天门内将会出现一场盛事，你知道是什么盛事吗？密洞群圣老大问道。你就别卖关子了，直接说吧。楚风说道。嘿嘿，那我就直接说了。随后，密洞群圣老大便将事情的大概与楚风讲述起来。诸天星域以其他5个星域曾联手去破一座遗迹，从那遗迹内得到了一件至宝，只是那至宝只有一个，并且无法平分，但若以武力定输赢，似乎也是有些不妥。最终，他们决定让小辈们进行对决，谁家的小辈本事大，自然就可以得到那至宝。而之所以会定下这个规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那件至宝只要开启之后，就会形成一个结界世界。真正的宝物虽然没人知道是什么，但他们却知道真正的宝物就藏在那结界世界之中。可那结界世界却有着限制，只有100岁以内的小辈能够进去。正因如此，他们才做了这样一个决定。2个月之后，除了诸天门之外，一气星域之中还有6座星域的霸主级势力将来到诸天门，那便是密洞群圣口中的盛世。你们是想用你们那个能够骗过结界阵法的宝物混入其中，夺取那件宝物？楚风问道。本来我们是这样打算的，只是那是从远古遗迹内挖掘出的宝物，那结界空间到底有多强横，还不得而知。其实我们兄弟不能确定我们能否混入其中，但是若是修罗兄弟你愿意的话，是完全可以的呀，毕竟你就是货真价实的小辈啊。密洞群圣说道。对，那件宝物可是出自远古遗迹，而那座远古遗迹在诸天门眼中，甚至比斩妖大地墓还要更加期待。那座远古遗迹内最珍贵的宝物就是那一件了。莫说诸天门，其他星域的人也都非常重视。你若是将那件宝物拿到，诸天门肯定会被气死。密洞群圣说道。比斩妖大地墓还要期待？难道那座遗迹真的那么厉害？楚风有些意外，毕竟在他看来，斩妖大帝生前那般厉害，他的目的已是非常利奥得了才对。嗨，是这样的，斩妖大地墓其实在诸天星域有着好多座，而这一座被认为是假的。可哪怕被认为是假的，之所以被认为假的，乃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有关于此处宝物的传说。可是此处的宝物却与当年斩妖大帝所持有的宝物相差极大，所以这里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是假的了。尽管能够确定这里面的确有宝物，但却不是特别贵重的宝物，不然就凭斩妖大帝生前的名声，你觉得圣光天河内那些庞然大物会放着这个墓地不管吗？正因为确定这个墓地是假的，所以那些庞然大物才不管，诸天门才有机会开启这座墓地的。不过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这座墓地竟然是真的。可是最可惜的是，修罗兄弟你竟然为了我们放弃了传承，我们真的是太对不起你了。话到此处，密洞群圣们一脸的惭愧。修罗兄弟，这个给你。忽然，密洞群圣老大将一个乾坤袋递给楚风，楚风顺势接过，查看起来，这才发现里面是宝物。那里面不仅有着带有斩妖大地墓气息的宝物，还有着其他宝物，而那其他宝物自然便是密洞群圣自己的宝物了。密洞群圣为了弥补楚风，不仅将他们从诸天门抢夺宝物全部放入了乾坤袋之内，就连原本属于自己的一些宝物竟然也拿了出来，放入了那乾坤袋之中。看得出来，他们对楚风真的很惭愧，毕竟他们可是密洞群圣，世事珍宝比性命还重要的密洞群圣啊，这样搞就显得矫情了。楚风说话间将乾坤袋丢给了密洞群圣。修罗兄弟，你必须接受。密洞群圣老大说道。对，你必须接受。密洞群圣的其他人也是同时说道。不必了，我得到的可比你们多。枪！楚风说话之间，手腕一转，那把斩妖大剑便出现在了楚风手中。你们仔细看看，这是什么？楚风笑着问道。我的天哪，这不是斩妖剑吗？见到这把剑，密洞群圣竟然直接从楚风手中抢了过去。他们11人不停地抚摸着那把斩妖剑，简直就是爱不释手。你们居然认得这把剑？楚风问道。怎么可能不认得？这可是斩妖大帝的斩妖剑啊！不对啊，你怎么得到了斩妖剑？难道说你得到了传承？快说说，你到底得到什么好东西？密洞群圣忽然恍然大悟，此时看向楚风的目光，眼睛都在发光。的确是得到了。楚风也不隐瞒，将自己所得到的宝物都告诉了密洞群圣，也包括那个能够让楚风有机会突破到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的宝石，甚至也说了斩妖大帝真正的宝藏所放的位置，就连这把斩妖剑是开启那座墓地的钥匙这种事情，楚风也都说了。居然还藏在另一个墓地吗？不愧是斩妖大帝，居然做得如此缜密，并且还要5尊境才能开启，那一定是非常厉害的宝藏才对。修罗兄弟，真是恭喜你啊！密洞群圣对楚风说道。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一起去开启那座墓地。楚风说道。不用了，不用了。密洞群圣连连摇头。怎么，你们连踏入5尊境的自信都没有吗？若是这点自信都没有，你们拿什么复仇？楚风问道。不是没自信，而是那是属于你的。对，斩妖大帝是我们的恩人，他指定的传承者是你，那一切就都该属于你，我们不会与你抢，也没资格与你抢。修罗兄弟，那宝石如今在你体内，便只有你一个人能够使用。我知道你可能有些惭愧，毕竟我们的目的都是那件宝贝。不过，其实你不必这样，因为我们收获了更重要的东西。密洞群圣的老大说道。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楚风问道。你呀，我们多了一个兄弟。密洞群圣说道。哈哈，若是这样说，那我也多了一个兄弟。楚风也是随之笑了起来。随后他们便计划起2个月后
一起去诸天门的事情。虽说楚风身为小辈，拥有可以进入那件宝物世界的资格，可是要知道开启那座宝物的时候，不仅诸天门的高手在，其他5座星域的高手也会在，所以他们必须做好万全之策。这一次的难度可比盗取斩妖大地目要大得多，毕竟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可是在诸天门掌教以及5大星域霸主的眼皮底下去抢夺那件宝物。而这件事情做出来之后，楚风所得罪的也不只是诸天门一个势力，还将得罪另外5大星域。可哪怕如此，楚风还是决定去做这件事。这不仅仅是因为诸天门与他为敌，而是楚风也想知道让诸天门以及5大星域如此重视的宝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至于计划，其实密洞群圣早就有了计划，只要2个月之后他们一起行动即可，其他的事情倒也不用楚风操心，密洞群圣会解决。所以确定了这件事情之后，楚风也是与密洞群圣说出了他当下的打算。楚风想要去斩妖大地目下方的那座远古生物所生存的岩洞内走一走。什么？你要去远古生物的岩洞？你疯了！得知此事之后，密洞群圣皆是脸色大变，甚至感觉难以置信，一个个的都用那看待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楚风。在密洞群圣那不解的目光下，楚风也是说出了他的想法。楚风说出了那幅壁画很像颜如玉的事情，所以你是想利用斩妖大地目内的阵法力量去寻找关于你那位朋友的真相？密洞群圣问道。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楚风说道。看来就算我们兄弟11个人把嘴皮子磨破了，也是劝不动你了。密洞群圣老大问道。哈哈，好像是的。楚风笑了笑。既然如此，我只能劝你小心为妙了。2个月后，我们兄弟还等着你与你一起到那诸天门上大闹一场呢。密洞群圣说道。放心，那种事情怎么能够缺少得了我楚风呢？楚风一脸的自信。修罗兄弟，这个你拿着，也许你用得着。密洞群圣老大说话间，将一个盒子递给了楚风。楚风打开盒子，发现里面竟然是一条虫子。那虫子很小，不过米粒大小，但这条虫子却长得很恶心，简直是楚风有生以来见过最恶心的虫子。可这条虫子身上竟然散发着远古气息，这是一条来自远古时期的虫子。这条虫子是远古时期的虫子，它对咱们来说没有任何作用，甚至进入咱们体内，它会立刻死去。但若是能够进入远古生物的体内，远古生物将会在短时期之内丧失自控能力，如同玩偶一般，任你操控。你下去之后，想寻找关于你朋友的下落，这个东西也许能帮到你。密洞群圣老大说道。多谢了。楚风有些感慨。他首先感慨密洞群圣身上的宝物也太多了，简直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还真不愧是被形容为移动的宝库。但同时楚风更感慨的是密洞群圣对楚风的帮助。决定之后，楚风先运用此处阵法的力量，将密洞群圣传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他则是进入了那些远古生物生存的岩洞之中。之前的楚风是无法进入那个地方的，甚至连用意识观察都是不行。但是现在的楚风得到的乃是斩妖大地目内较为完整的力量，所以此时的他已是可以进入那个世界。再次来到这个世界后，楚风的内心仍是非常的不安，哪怕此时的他身上缠绕着那般强大的阵法的力量，可楚风身在此处依旧没有安全感。不过有着这股力量在，若是发现危险，楚风可以随时离开，所以楚风倒也有着自保的能力。可哪怕如此，他行走在这岩洞之中也是小心翼翼。不过再度进入此处，楚风却发现此处有了变化。楚风没有再听到那恐怖的哀嚎，也感受不到可怕的涟漪，但是楚风四处游走，却发现了一道道巨大的残骸。那些残骸应该都是被杀死不久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有人把他们当作猎物捕杀了，还是他们被其他远古生物猎杀了？楚风尽管不知道具体的事情经过，可楚风却能够大概猜测得到，先前的战争应该是一场屠杀，而这些庞然大物的残骸就是被屠杀的对象。只是为何要屠杀他们？究竟是何人屠杀了他们？楚风则是不得而知了。有人！忽然，楚风神色一动，他感应到有很多人正在快速靠近。见状，楚风赶忙运用阵法的力量，将自己隐藏了起来。快一点！要是晚了，就被别人抢走了。很快，有着10几道身影出现在了楚风的视线之内，这些应该都是远古生物，他们的样子与那壁画上的很像，是那种快要化作人，可却还保留着妖的形态的模样。不过衣着却是非常的简单，他们几乎没有穿衣服，只是用简单的皮具遮挡住了敏感部位，那种样子更像是原始人一般。可是楚风明明记得壁画上那个与颜如玉长得很像的那位是穿着服饰的，虽说那服饰很特殊，但却也很精致，并不像这些人这般不堪。最重要的是，楚风能够感受到这些家伙的修为，他们的修为竟然只是天仙境。莫说此时楚风的身上覆盖着斩妖大地目内那阵法的力量，就算楚风没有那阵法力量，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收拾他们。不对啊，这与之前感受到的远古生物的力量完全不是一个级别。难道说远古生物也有着强弱之分？楚风有了这个猜测，但却并没有立刻上前询问。楚风是想看看他们究竟要做什么。不过这个结果，楚风发现了，这些家伙是奔着那些庞然大物的残骸而来的，所以那些庞然大物血肉都被啃食光了，就连本源也被吸食光了。可是对于这些家伙来说，似乎还有用处。他们利用特殊的恐惧，开始捶打那些骨头，将骨头捶打碎了以后，骨头之中竟然还有一些亮晶晶的东西，那是残留的本源。残留的本源可以用来修炼，只不过这些本源非常的微弱，微弱到楚风根本无法通过这本源去判断那些庞然大物生前的修为，哪怕用来修炼，效果也是微乎其微，至少楚风是根本看不上的。快一点，慢了就被别人抢光了，都给我快一点！那些家伙之中，一个看似领头的家伙不断的催促着，不仅催促，他们也会互相交谈，
而通过他们的交谈，楚风就已经知道了大概的情况。刚刚那些死了的庞然大物的确是被猎杀了，而猎杀了庞然大物的正是此时在砸骨头的那些家伙的同类，是同类，而并非是他们。因为这些远古生物不仅实力有区别，也有着高低贵贱之分。此时这些便是远古生物之中最低贱最底层的一批强大的远古生物，以这些庞然大物为猎杀对象，通过猎杀他们，然后啃食血肉，吸取精华，提升修为。而他们这些最底层的生物，就只能在那些强大的存在猎杀之后，来砸碎这些庞然大物的骨头，通过收集那微弱的本源，来帮助自己修炼。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一群捡破烂的。也不知道这些家伙能不能知道关于颜如玉的事情。看看这些家伙身份如此卑微，可是看颜如玉的壁画似乎很是高贵。楚风开始怀疑这些家伙是不是能够提供有用的线索。不管了，到底怎么回事，问问就知道了。但是最终楚风还是决定去问一问他们。楚风想到这里，并没有直接现身，而是先是运用戒灵之术变化了模样。楚风将自己变化成了与这些远古生物很相像的模样，甚至连衣衫都变了。之所以这样，楚风是不想暴露自己是修武者的身份。楚风能够意识到此地的远古生物之中有着一群实力极强的存在，否则不可能连斩妖大帝都提醒楚风不要招惹他们。这种情况下，楚风觉得他不能用修武者的身份去找他们麻烦，否则可能会将其他修武者牵连到其中。忽然间，一股磅礴的威压从天而降，将那些远古生物如同死狗一般压迫在了地上，一群杂碎。你们在做什么？紧接着楚风也是立刻现身。大人，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我们只是想偷取一些参天巨兽骨头内的本源，并无恶意啊。见到楚风，那些家伙都是吓得赶忙跪在地上。果然，楚风的伪装还是有用的，至少他们没有怀疑楚风是修武者，而是觉得楚风是他们的同类，并且是身份高贵的同类。奶奶的，你们是谁啊？楚风问道。我叫狗杂，我叫狗蛋，我叫狗皮，我叫狗。那些家伙依次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这都是什么狗屁名字？好歹也是远古生物，怎么叫这么蠢的名字啊？听到这些名字之后，楚风也是一脸的错愕，但楚风却也没想太多，而是继续说道：老子不是问你们名字，老子刚刚失忆了，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你们知道老子是谁吗？楚风大声问道。楚风是想以失忆为由来询问他们关于此处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啊，大人，您别为难小的们了，我们不过是低贱的狗士，居住在狗洞之中，怎么可能知道大人您呢？那些家伙连连摇头。奶奶的，啥都不知道。楚风鄙视地看了他们一眼。那这个呢？这个是谁？你们可知道？楚风说话间，将一块大石头拿了出来。那大石头上面刻画着一幅壁画，壁画上面的正是颜如玉。大人，您为他做什么呀？那些家伙齐声问道。而从他们的表情，楚风也看得出来，他们绝对认识壁画上这个与颜如玉很像的女子。于是楚风说道：来子虽然失忆了，但无意间看到了这幅壁画，对于壁画上的人很是喜欢，所以想要知道他是谁。你们要是知道，就赶紧告诉本大爷，本大爷就放你们一马。听得楚风此话，那些家伙竟然脸色大变，他们竟是满面的惊恐。大人，您这话赶紧收回吧，否则若是被那些大人听到，不仅您要死，我们也要跟着倒霉啊。说这话的时候，那些家伙竟然磕头求饶，就好像楚风在要他们命一样。本来楚风就已经猜到那与颜如玉很像的女子身份应该有些不简单，而当楚风看到这些远古生物的反应之后，则是更加确定了这一点。怕什么？怕？老子让你们说，你们就说，否则拧断你们的脑袋。楚风很是强势的问道，并且说话的时候，楚风更是释放出了威压以及杀意。楚风的杀意非同寻常，那可是从无数次杀戮之中磨砺出来的。虽说楚风的战力不如那些真正的修武高手，可是若论杀意，楚风的杀意就算遇到那些生存多年的老妖怪，对方也会不寒而栗。所以当楚风的杀意释放而出之后，那些远古生物顿时吓得屁滚尿流，是真的屁滚尿流，因为他们的穿着非常简单，楚风能够看到那液体从他们的身上流出来。大人，我们说，千万别杀我们啊！那些人不敢再犹豫，而是将他们所知道的全都告诉了楚风。从他们口中，楚风得知他们这些远古生物有着一个名字，叫做疾风猎族、疾风斗族，的确是在远古时期就存在的一个种族，但他们却并非人类。若非要说的话，他们更像是远古时期的妖族。这疾风猎族内分为3、6、9等，从而分出了不同的族群。这些族群从弱至强，分别是王氏、姜氏、殷氏。从这姓氏之中，便可以大概看出，王氏是最高贵的级别，也就是世人眼中的王族，而姜氏虽要臣服于王氏，可却要高于兵氏，乃是重兵的统帅级存在。而至于兵氏，可以算得上是疾风猎族内最底层的战士。不过兵士也是非常高贵的，因为兵士下面还有民士，民士自然就是寻常百姓，他们有机会成为兵士，只要成为兵士就可以改姓氏，最重要的是可以更改自己以及后代的身份。但其实在民士下面还有更为底层的一个姓氏，那便是狗氏。眼前出现在楚风面前的这些人就是狗氏，所以并不是他们的名字奇葩，而是狗氏族人都要以狗字作为姓氏，这是一个强硬的规矩，若敢不从便要杀头。狗氏的人都是先辈犯过大错，所以才被贬了姓氏。就如同楚风眼前这些人，他们天生就是狗氏，但他们并没有犯错，而是他们的先辈犯过错。狗氏是非常可怜的，只要成为了狗氏，祖祖辈辈都将是狗氏，哪怕修为再强，也无法摆脱这个烙印。这便是疾风猎族对犯下重罪之人的惩罚，就连他们的后辈也要跟随他们受苦。至于那名与颜如玉长得很像的女子，
乃是王氏，不仅仅是王氏，还是王氏的公主。所以这些狗氏的人才会如此恐惧，因为在疾风列族之中，王氏的人只能和王氏的人在一起，而王氏的公主更是高贵无比，连姜氏的人都不可对其有非分之想，更何况其他姓氏。大人，我们若没有猜错，大人您应该是冰氏的人，您想得知您的身份，只要回到冰氏国度打听一下，应该就可以了。那个叫做狗杂的家伙说道。冰氏，你们觉得我的实力？我只是冰氏。楚风问道。小人没有得罪大人的意思，只是通过刚刚大人所释放的威压，小人若没猜错，大人的实力应该是尊者境吧？那狗杂问道。是啊，怎么了？老子虽然丧失了记忆，可老子却知道，老子的修为叫做八品尊者。楚风说道。他刚刚释放威压，并没有运用阵法的力量，他故意将阵法力量隐藏了起来，不想暴露的太多，所以那位还真猜对了。楚风刚刚释放的威压的确是尊者境。其实被对方猜对的时候，楚风是有些佩服他们的，毕竟他们只是天仙境，这种修为能够通过威压分辨出楚风的修为是尊者境，这当真有些厉害。因为就连楚风在天仙境的时候遇到尊者境的威压，也未必能够分辨得出来，原来大人是八品尊者，那想必大人在冰氏的地位也是非常的高。大人只要去冰氏国度，定然能够打探出大人您的身份。只是大人您回到冰氏国度，切莫再说你喜欢王氏公主的事情了，否则莫说大人您的家人也要大难临头啊。那狗杂说道。所以哪怕八品尊者也进入不了姜氏。楚风问道。相比于狗杂的提醒，他更关心姜氏以及王氏的修为，毕竟楚风将要挑战的可是那个王氏，以大人的修为，距离姜氏并不远了。据小人所知，只要踏入至尊境，便可列入姜氏，并且就连您的家人也可以直接更名唤醒，列入姜氏。恭喜大人了。那狗杂话到此处，便与其他人一同对楚风施以道谢的礼仪。至尊境，听到这里，楚风大概知道了，姜氏的最低门槛是至尊境，可是至尊境无论是祖武星域还是诸天星域，那可都是至高无上、最顶尖的存在啊！也难怪他们刚刚在这岩洞之中遇到他们疾风猎族猎杀那些所谓参天巨灵兽的时候，只是威压他们都难以抵挡。那你可知道，想要列入王室要何修为？楚风问道。王室至高无上，是何修为不得而知，小人只知道想要列入王室，不仅要有强大的修为，还要为族内立下功勋才行。可远古之后，我们一直生存在地底之中，并无战乱，所以哪怕姜氏之中有修为强大的存在，却也没有立功的机会。所以至今为止，王室都是远古时期便传承下来的人，并没有人再度列入王室。狗杂说道。没有人再度列入王室，那不对啊。楚风眉头微微皱起，倘若那壁画上的人真的是颜如玉，而这疾风猎族又有着这样的规定，那以颜如玉的身份，又怎么可能成为这疾风猎族王室的公主呢？之后楚风又问了他们一些问题，比如姜氏最强的修为是何境界，王室的修为是否在姜氏之上，但是他们只知道至尊境是成为姜氏的标准，至于姜氏内的最强者是何修为，他们并不知道，而王室的修为他们就更不知道了。关于远古时期的问题，楚风也问了，可是他们的回答却是他们也不知道。虽说他们的祖辈是从远古时期走过来的，但是关于远古时期的事情，他们却并不知晓。远古时期的事情，居然对于这些远古生物来说也是一个谜，这就让楚风更加好奇，远古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既然远古时期的生物能够活下来，那为何远古时期的人族就没有办法活下来呢？这完全不合常理啊！询问无果之下，楚风只能决定自己去探索了。于是询问了一下他们如何进入所谓的国度。原来在这岩洞深处是有着传送门的，那传送门，不同的传送门可以将人传送到不同的国度之内，但是相应的传送门也只有相应姓氏的人才能进入，所以也就是说，楚风根本无法直接通过哪些传送门进入他们的国度之中。但是幸运的是，狗氏国度的传送门有些不一样，它并没有限制，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狗氏的传送门进入狗氏国度，并且国度与国度是互通的，所以哪怕进入狗氏国度，楚风也可以从狗氏国度到达王氏国度。比较麻烦的就是楚风要穿过冰氏国度、姜氏国度之后，才能抵达王氏国度。大人，晚辈你要去从狗氏国度。当楚风询问那狗氏国度的传送门在何处后，那个狗杂表现得有些意外。老子还从来没去过狗氏国度，想去看看，不行吗？楚风问道。行，当然行了，我们狗氏国度欢迎大人。大人，小人为您带路。得知楚风真的要去狗氏国度后，那个狗杂竟然格外的兴奋。这小子这么高兴做什么？该不会是脑子里憋着什么坏水吧？楚风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是他也并不怕，因为这个狗杂的修为实在太弱了。莫说楚风的身上还有着斩妖大地墓内的阵法力量可以用，单单是楚风的自身修为都够这个狗杂受的了。而跟着狗杂一路前行，楚风很快便来到了一个山洞前，准确来说，那是一个狗洞。为何说它是狗洞？因为想要钻入这个狗洞之内，必须爬进去，必须还是趴着行走，同时只能容一个人，也就是说，哪怕那个人胖一点，也无法通过这个狗洞。最重要的是，这岩壁非常坚固，哪怕楚风的修为也无法将其扩张。看到这个狗洞，楚风终于知道为何狗杂他们这些人看上去都那么瘦小了，因为若是胖一点的话，根本就无法从这狗洞钻出来。来到狗洞前，那狗杂二话不说，直接爬了进去。有他在前方带路，楚风倒也不再多想，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就爬个狗洞吗？这算个屁啊！顺着这条狗洞一直先前爬行，在这深处果然有一道结界门。这道结界门与楚风所之前看到的结界门不太相同，那是暗黑之色，并且看上去
就像是一个黑洞，但这个黑洞却散发着浓郁的远古气息。老实说，看着这道门，楚风有些恐惧，因为这道门就像是一个通往深渊的入口。不过，眼睁睁看着狗杂进入其中之后，楚风也没有太多犹豫，也是钻入了其中。事实上，楚风并不是钻进去的，楚风刚刚靠近那个结界门，便直接被吸了进去。进入其中，楚风落入了一片黑暗之中。在这里，楚风的内心极为压抑，他无法控制自己，只能随波逐流。但是他也不知道他在飘往什么方向，因为这里四下都是漆黑的，楚风什么都看不到，他看不到一丝光芒，也看不到先他一步踏入其中的狗杂。身在这样的地方，每个人都会绝望，因为这里简直就像是一个牢狱。我该不会是中了陷阱了吧？楚风心中有了这样的猜测。可是忽然之间，楚风的身体像是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吸住了一样，紧接着楚风竟然脱离了那漆黑。脱离漆黑的那一瞬间，楚风的身体便恢复了自由。楚风赶忙顺势而动，随后落在了地上。落地之后，楚风可以发现狗杂就趴在他的面前，并且一脸崇拜地看着楚风。大人就是大人，居然能够顺势站起，嘿嘿，不像我们都趴着出来的。狗杂趴在地上，用那崇拜的小眼神看着楚风。可是此时的楚风却并没有理会狗杂，因为楚风被眼前这个世界所吸引了。这里的天空昏沉沉的，像是阴天一样，可实际上并不是乌云盖住了虚空，而是那虚空本来就是阴沉沉的。阴沉沉的虚空没有一颗星星，更是看不到月亮，显得这方天地非常的沉闷。而最主要的是，一眼望去，竟然连一个像样的房屋都是没有。这里全部都是帐篷，一个个帐篷驻扎在不同的区域，想必那便是他们的住宅。最令楚风难以置信的是，这里看不到一片花朵，更看不到树木，就连河水都是没有，但是有山，一座座巨大的山峰，在远处可以看到。但那山并不是楚风印象中遍布绿荫的山，那是由垃圾以及废物堆积而成的山。这方天地之内，每个区域都散发着一股恶臭，而那恶臭的源泉正是那一座座巨大的垃圾山。可是偏偏在那巨大的垃圾山之上，到处都是身影，他们在搜索着什么。偶尔有人发现了东西，会非常的高兴。楚风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巨大的山峰在楚风眼中虽然尽是垃圾废物，可是对于他们这些狗市的人来说，那里却是有机会找到宝物的宝矿。想必那应该是其他国度的人修炼剩下的垃圾，所以便丢弃到了这里。狗杂，你们这里的天空始终这样吗？楚风问道。大人，我们狗市的人是疾风猎族的罪人，我们不配看到光明，也不配拥有豪华的建筑。冰市的人每个月都会来我们这里巡逻，若是谁敢违反规定，便会遭受处罚。狗杂说这话的时候，竟然是笑着说的，看来他已经适应了。不知为何，看着这样的狗杂，楚风竟然有些同情，毕竟是他们祖先犯了错，而他并没有犯错，可只因他祖先的错，他从出生起便只能过这种卑贱的日子。最可悲的是，不仅他的一生要这样过，他的后代也要如此。想到这里，楚风有些感慨，原来不止人族的世界残酷，远古生物的世界竟然也这般残酷。大人，进入明室的入口就在那些垃圾山后面，不过大人能否晚一些再去？狗杂话到此处，脸上涌现出了犹豫之色。楚风看得出来，他应该是有事想说，但却又不敢说。狗杂，你是有事？楚风问道。大人，不知大人能否帮小人一个忙？当然，大人若是不愿意，您就全当我放屁就行。狗杂说这话的时候，战战兢兢的，对楚风充满了恐惧，就好像生怕自己说错什么，就遭到楚风的毒打一般。什么忙？你说吧。楚风说道。大人，我奶奶她虽然从来没有明说过，并且一直劝我只要活着就好，不必追求修为，但我却知道，我奶奶她的内心深处其实一直盼着我能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可是我太不争气了，我的天赋实在有限，我已经修炼了1000年了，可我的修为却还是这么的弱。我奶奶的身体并不好，恐怕活不了多久了。我希望让她高兴高兴，所以我希望大人能够装作是我的朋友，然后以我朋友的身份探望一下我的奶奶。我奶奶若是见我居然和冰室的大人做了朋友，定然会很高兴的。狗杂话到此处，都已经不敢与楚风对视了。他非常的害怕，他不仅害怕楚风拒绝他，他害怕的是楚风会收拾他。看着他那紧握的双手，楚风就知道他的这番话是鼓足勇气才说出来的。好，带路吧。楚风说道。大人，您是答应了吗？狗杂猛然抬头看向楚风的眼神都闪烁着晶莹的光芒，他简直不敢相信楚风竟然答应了他这个请求。我都说让你带路了，听不懂话吗？楚风说道。好好，我这就为大人带路，这就为大人带路。狗杂欣喜若狂，说话间便赶忙为楚风引路。而在狗杂的引路下，楚风也是来到了狗杂的居住之所，并且见到了狗杂的奶奶。果然就如同狗杂所说，当狗杂的奶奶得知楚风竟然是冰氏族人，且与狗杂是朋友后，非常的高兴，拿出了一堆面相丑陋的食物招待楚风。可是楚风却能够猜到，虽然这些食物面相丑陋，但在这狗氏国度内已经是非常珍贵的食物了。之后楚风还与其奶奶闲聊了起来，从与其奶奶聊天之中，楚风也是得知狗氏他们的祖上乃是冰氏的，只是当年他们所跟随的将军犯了大错，就连他们这些跟随那位将军的冰氏族人也是遭受了牵连。就这样，他们被贬为了狗氏。在狗杂刚出生的那年，他的父亲和母亲就因为与人争抢垃圾山上的修炼资源，被人活活打死了。是他的奶奶一手将他狗氏抚养长大的。那爷爷呢？爷爷去哪了？楚风对其奶奶问道。狗杂的爷爷也是在垃圾山与人争抢修炼资源的时候被人打死了。狗杂的奶奶说道。是被谁打死的？狗氏的人吗？楚风问道。是啊，明氏的人我们不敢得罪，冰氏的人更不敢得罪，我们哪里敢与他们争夺修炼资源啊？狗杂的奶奶说道。难道说人被打死了就没人管吗？楚风问道。没人管的，狗氏的人
是疾风列族内最低等的存在，我们是死是活，根本不会有人管，只要他们能够确保我们像狗一样活着就行了。说这话的时候，狗杂的奶奶一脸的无奈，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就在此时，狗杂说道，他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决意，楚风看得出来他是认真的。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奶奶当年是求了人家多少次，人家才没有杀了你啊，你居然还想着报仇，你就要好好的活着，不要惹是生非，你少招惹他们，奶奶我就烧高香了。可是相比于满怀恨意的狗杂，狗杂的奶奶却好像并更没有复仇之心。而在训斥了狗杂之后，狗杂的奶奶则是又看向楚风，眼神之中不仅充满了敬意，还充满了感激。大人，狗杂之前和我说他与一位兵士的大人做了朋友，我还不信呢。我们狗氏的人如此低贱，连明氏的人都不愿意与我们做朋友，高贵的兵士大人怎么可能与我们做朋友呢？但我没有想到狗杂这个臭小子居然真的这么有本事，居然让大人认同了他。看到狗杂有大人这样的朋友，我也就放心了。狗杂的奶奶说道，狗杂给老子滚出来。可就在这时，一声怒喝响起，顺身观望，楚风能够看到在远处有一群人正浩浩荡荡地赶了过来。看那个穿着，他们也都是狗氏的人，并且修为也不强，普遍都是天仙境，不过其中一位的修为却要比狗杂强。狗杂乃是7品天仙，而那位乃是8品天仙，至于其他人大部分都是4品天仙或是5品天仙，就连6品天仙都是少见。可此时那些人正浩浩荡荡地而来，并且直奔狗杂所住的地方。而听到那些人的呼喊，周围的族人便都走了出去。只不过狗杂的那些邻居似乎并没有要帮狗杂的意思，反而是以一种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心态，冲着狗杂的居住之所大喊起来，狗杂你又惹什么祸了？狗杂呀，你奶奶都快死了，你就别让他老人家下跪替你求情了吧。求情就算磕头磕死自己也是没用，也不看看那来者是谁，那可是狗镇帮的人，狗镇帮的人狗杂都敢惹，他可真是找死啊。一时之间各种声音响彻不断，但却全部都是挖苦以及嘲讽。